在今天的影片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科学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来控制和逆转糖尿病前期。根据国健署的统计，台湾约有200多万人患有糖尿病，而且每年以25000人的速度在增长。那么糖尿病前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或逆转它呢？大家好，这里是强身健体频道，探索任何你想象到的身体部位。糖尿病前期是指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还未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这是一个警告信号，表明您的身体已经在向糖尿病迈进。根据林一轩医师的介绍，一般人的空腹血糖在70至100之间，而糖尿病前期的空腹血糖在100至125之间，饭后血糖理想值应低于140，但糖尿病前期则在140至199之间。如果不采取措施，糖尿病前期可能会发展为2型糖尿病。糖尿病前期通常没有明显的症状，这使得它更难以察觉。林一轩医师指出，除非血糖飙升到300以上，导致严重的意识不清或昏迷，否则很难通过日常感觉来发现血糖异常。许多人只有通过定期健康检查才能知道自己的血糖情况，因此如果你有家族糖尿病史或其他风险因素，建议定期监测血糖。糖尿病前期不仅仅是向糖尿病发展的过渡阶段。根据2023年刊登在《柳叶刀区域健康》欧洲期刊的研究，即使是血糖升高但未达糖尿病标准的人，其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30%至50%。这意味着糖尿病前期会显著增加心脏衰竭、中风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1. 饮食控制，避免高糖和高脂饮食。营养师提醒，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如手摇杯和高糖水果都是血糖控制的风险因素，尤其是果汁。果汁不仅含糖量高，而且缺乏纤维，容易导致血糖快速升高。因此，减少高糖、高脂肪食品的摄入，避免饮用含糖饮料是控制血糖的重要一步。选择低 GI 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如全谷类蔬菜和优质蛋白质，可以帮助稳定血糖。美照健康管理中心的营养师王晓婷建议进食顺序上先吃青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才吃淀粉类。水果安排在餐后进食，空腹吃容易使血糖飙升。避免精致淀粉如白米饭、蛋糕和面包，可以有效减少血糖波动，控制进食总量。不吃淀粉不代表血糖不会上升，油脂类食物也会使血糖升高，但通常是在饭后2至6小时内。因此，控制总量是关键，而不是完全避免某类食物。选择糙米、紫米等非精致淀粉类食物，比精致淀粉更能稳定血糖。2. 规律运动，增加运动频率。运动是逆转糖尿病前期的重要手段。尤能俊医师建议，糖尿病前期的患者需要比一般人更多的运动，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每次至少30分钟，不得连续2天不运动。中强度运动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可以有效说明控制血糖。结合有氧与力量训练，不仅仅依赖有氧运动，结合力量训练可以更有效地改善胰岛素阻抗，减重7%，可以显著改善体重控制和血糖水准。对于年长者，如果无法进行中强度运动，可以选择在公园加快步伐行走，直到微微出汗。3. 定期监测血糖。定期监测血糖是发现和控制糖尿病前期的关键。林一轩医师建议，家中有血糖机的患者应定期追踪血糖水准，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在常规健康检查中，不仅要检测空腹血糖，还应关注饭后血糖。尽管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控制糖尿病前期的主要方法，但在某些情况下，药物治疗也是必要的。2甲双胍是最常用的药物，它已经在临床使用60多年，可以减少血管病变的发生率。2甲双胍还被发现对治疗心血管疾病、肝癌和乳腺癌等有一定效果。进食顺序：青菜、蛋白质、淀粉类、水果饭后吃。糖尿病前期有哪些食物应该避免？医生说，果汁对血糖的影响常常被忽略。林一轩提醒有糖尿病风险的民众，3餐烹调应少油少盐，减少喝手摇杯的次数。果汁对血糖的影响常常被忽略，成人建议1天2份水果，但打一杯果汁的水果分量远高于2份，除了糖分过高，纤维也不足。有人觉得点无糖真奶比较安全，但当中的珍珠是淀粉类，且会用糖熬煮，最好避免。王晓婷说，人体吸收液体食物的速度远快于固体，新鲜水果打成果汁不但变成液体，同时纤维也被截短。市售果汁不仅糖分可能超标，
其中人工添加物更可能危害身体。牛奶中的乳糖也常常被忽略，因此即使无糖拿铁也会让血糖产生波动。林轩说，逢年过节难免有月饼、绿豆椪等中式或西式糕点，都是热量炸弹，又甜又油。家人团聚不妨控制分量，以分享、减量的方式进食，或选择减糖月饼、代糖糕饼等。最重要的还是要减量摄食。林轩表示，糖尿病前期会出现胰岛素阻抗的问题，这是胰脏仍可分泌胰岛素，但身体的肌肉、脂肪等组织却没办法妥善利用，让血糖进入细胞内，体内胰岛素浓度又过高，是第二型糖尿病的典型病征。长期下来，胰脏恐衰退更加严重，因此会开立口服降血糖药，说明患者减少胰岛素阻抗的发生。一、减重可改善胰岛素阻抗。减重是改善胰岛素阻抗的重要手段，通过减重，胰岛素的敏感性可以得到显著提高，从而更好地控制血糖。二、减少高胆固醇肉类、加工肉品、含糖饮料摄取。高胆固醇肉类和加工肉品容易导致血脂升高，加重胰岛素阻抗；含糖饮料则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应尽量避免。三、多摄取蔬果。优质蛋白质好油脂，蔬果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有助于血糖稳定。优质蛋白质如鱼类、豆类等，能够提供必要的营养而不过度增加血糖负担。好油脂如橄榄油、坚果油等，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四、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规律的作息有助于内分泌系统的平衡，从而说明控制血糖。建议每天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糖尿病前期虽然看似无害，但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发展为糖尿病，并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然而，通过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和必要的药物治疗，我们完全有机会逆转这种状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说明大家更好的理解和控制糖尿病前期。如果你觉得这段视频对你有说明，请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我们一起为健康而努力。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